好，我是 Byzantine 的 Zora， 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 ICO Review。这个 ICO Review 呢是由 Byzantine 以及 Byzantine Partnership 的 ICO Rating 机构 Zombie 联合出品的。那今天要来带大家看到的项目就叫做 Certic。OK，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这个项目就叫做 Certic。Certic 这个项目呢，它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智能合约以及软体的验证程序。它运用了所谓的标签化 labeling 的方式呢，来快速的验证智能合约是否有代码漏洞的问题。那 Certic 它所提供出来的这个 labeling 的方式呢，就是用 labeling 的方式将智能合约的代码去破解成小碎块，然后呢，再利用他们自身的程序语言以及数学演算法呢，去推算加以验证。这个智能合约是否有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的自动化的程序，然后呢，可以有效的去提高智能合约代码的安全性，为项目以及软体的开发者呢，担任智能合约的守门人的一个角色。那就 industry 的部分来看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目前基于以太坊上开发的 dApps 的越来越多了。那智能合约呢，其实是一个驱动代币经济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跟手段。那这些使用者呢，他们只要去达到条件，就可以去触发智能合约。但其实智能合约呢，以及验证智能合约过程是会有以下几个问题的。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代码的开源性问题。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代码都在 GitHub 上面开源的，那会让很多的 hacker 呢是有机可乘，然后他们只要看到这个开源的代码呢，就会让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的容易。那再来呢，就是一个部署的不可逆，只要这些智能合约放到 blockchain 上面呢，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任何的修改的动作。那再来呢，就是一个验证困难的问题。其实目前虽然市面上这些号称是为智能合约审理的项目非常的多，但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标准化的流程，可以真正去检视这个智能合约的代码里面究竟是有没有错误，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就快速的验证。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智能合约的审理过程其实是非常缺乏效率的。目前比较知名的几个项目，他们在审理智能合约的过程里面，都还是以人工审理的方式为主的。那其实是非常缺乏效率的，而且呢，也有一个不全面审理的问题。那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 ，Certic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智能合约的解决方案呢，就是他认为其实智能合约的整个审理过程是非常需要标准化、非常需要全自动化的。然后因此呢，他将这个他们自己特殊的演算法去把智能合约拆解成了非常多一个小块，然后呢有效率的去进行了一个分工的动作，然后并且透过他们去打造一个完善的生态体系，然后呢去连接到外部的这些验证程序跟资源。然后来打造这个审理智能合约的一个全自动化的程序。那针对这样子，他们想要打造一个这样子的生态圈呢 ，Certic 就提出了3个角色，然后这3个角色呢都是 Certic 的生态圈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石。那这3个角色分别就是奖金猎人、验证者跟智者。那首先我们要来讲到的是奖金猎人的部分，就是当 Certic 的平台呢接受到新的智能合约的审理案件的时候呢，他们首先会用标签化的方式去切割这些智能合约，然后下放给他们所谓的奖金猎人，让奖金猎人呢去审理智能合约代码，就是奖金猎人提供的东西是算力，然后去审理代码，然后当他们审理完毕之后呢，会再发布给全网知道。然后这些奖金猎人呢，他们是可以去得到Certic 的代币 CTK 的。那同时呢，因为奖金猎人担任了 Certic 这个平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放置一定数量的 CTK 在 Certic 的平台上面，作为一个担保的功用。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Certic 的验证者，就是当奖金猎人把他们的验证结果发布在全网上面之后呢，验证者会针对这些结果呢进行再次的确认，然后等到确认决定之后呢，他就会发布给这个奖金猎人一个合格证书。然后呢，其实验证者也担任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去记录这个 Certic 平台上面代币的流通状况，因为
他们确认了奖金猎人提出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之后呢，他其实会去颁发一部分的 CTK 给这个奖金猎人。那 Certic 的平台上面呢，其实是因为这些验证者他们所需要提供出来的算力并不如奖金猎人那么多，因此他们非常的希望呢是可以部署更多关于验证者的节点来加入提升这个代码审核的正确率。那最后一个角色呢叫做智者。智者这个角色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外部的验证。外部他希望透过这些外部的开发人员或者是研究人员呢，去提供一个有效的验证程序，然后把这些验证程序呢添加到 Certic 的平台上面，然后再让奖金猎人依据这些程序呢进行代码审理的作用。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Certic 的 strategy 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Certic 的团队。大家可以看到 Certic 的核心成员呢，其实就是画面上这3位。那他们都是来自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然后在软体验证啊，或者是程序语言上面呢，都有非常显著的开发成果。只是呢 ，Certic 并没有公布任何其他们项目的开发团队，然后只有说明呢，他们在未来会招募大概20人左右的研究团队一起来进行全自动化项目的开发。那其实 Certic 这个项目呢，它是来源自原先也是这2位他们 co-founder 开发的一个防止黑客的操作系统，叫做 Certic OS。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呢，就是 Certic 的合作伙伴，就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呢 ，Certic 还有一个最近非常火红的明星项目，就是可扩展性方案，叫 Stellar Network。他们同时加入了 ELF 的这个创新联盟里面，然后其实在 ELF 的这个创新联盟里面呢，都是非常顶级的一些机构，然后包括了全球10大战略咨询的顾问公司 Roland Berger， 然后还有 FBG Capital， 然后还有火币 Labs。跟新加坡最大的 Signum Capital 等等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是 Certic 的 Hype 的部分。那目前他们的 Telegram 人数大概是35800人，然后他们 Twitter 的人数呢是1150人左右。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 Certic 的 Telegram 里面是非常活跃 ，admin 呢也很积极的在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目前呢，市场上大家对于 Certic 这个项目的讨论也是都很热烈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的呢，就是 Certic 的 competitor 的地方啦。那其实，在整个区块链产业里面呢，有2个非常知名的代码审理的项目，第一个叫做 QuantStamp， 另外一个叫做 Zeppelin。那 QuantStamp 呢，其实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审理过了非常多很有名的项目，比如说 Request Network、Quash、Ink， 还有呢 WanChain。那其实 QuantStamp 这个项目呢，他们也是想要做一个全自动化的审理系统，然后呢，目前呢也招募到了不少的研发团队。然后相对于 Certic 而言呢，它的团队是更大的，但是呢，就是 Certic 如果可以更快的去提出整个自动化审理的程序，然后证明他们的验证能力的话呢，其实 Certic 在未来的市场上也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跟竞争力的。那另外一个项目呢，叫做 Zeppelin。Zeppelin 呢，目前他们其实都还只是在一个人工审核、人工验证的阶段。然后，但他们特别的是呢，他们其实有推出他们自己开源的安全的智能合约的架构，让这些开发者呢是可以基于他们的架构去架构自己的智能合约。然后他们强调说，只要你在我们架构之上的这些智能合约呢，是更有安全性跟稳定性的。那关于 Zeppelin 合作的一些有名的项目呢，就像是 OmiseGo 或者是 Golem 以及 Dfinity、StoreJ、Cosmos 等等的这些项目，但是就跟 QuantStamp 一样呢 ，Zeppelin 目前真的也还都是以人工审理的阶段，所以其实要是 Certic 的自动化审理真的完全可以做出来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Certic 的 Roadmap 的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2017年的12月的时候呢 ，Certic 就已经完成他们初步的项目的计划跟规划。然后在2018年的 Q1 的时候呢，同时进行了内部的测试跟所谓的 Private Sale 的部分。然后呢，他们宣布说他们要在2018年的 Q2 初的时候呢，上线他们 Beta 的版本。然后要在2018年 Q2 的时候呢，上线他们的1.0的这个版本。
只是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Certic 他们推出的 beta 版本的 platform 也好，或是 1.0 版本的 platform 也好，就是对于他们整个 roadmap 的规划呢，在白皮书上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缜密的，只是他们实行上面可能是有一点点的疑虑的。那再来是关于 Certic 的 token ecosystem 部分，就是呢，目前他们也并没有公布他们的整个代币的模型，还有他们的 token sale 的细则。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呢，他们的代币叫做 CTK， 那这个 CTK 呢，就是用来支付他们用户去要求他们 Certic 审理他们智能合约的时候要支付的服务的费用，然后或者是呢用 Certic 用来去奖励这些不管是奖金猎人也好、验证者也好，或者是智者也好的一个经济的激励工具。那目前呢 Certic 其实参加了他们 private sale 的都是一些非常顶级的大型的投资机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Block VC， 然后 Binance Lab， 然后火币 Labs， 还有丹华资本跟 OK Capital。然后呢其实虽然 Certic 一直强调说他们非常非常重视他们整个社群的发展，可是他们也并没有公布说他们未来会保障可以让社群参与到他们 token sale 的部分。那所以接下来要进行到关于 Certic 的 conclusion 地方。首先呢，我们要先针对 Certic 的优势点，就是他们其实用这种所谓的 labeling， 就是让标签化的方式把智能合约分别成更小的碎片，然后去用分工的方式加速了整个智能合约的处理速度。然后呢，他们其实也有完整的原型的应用，叫做 Certic OS。然后在相较于其他产品之下呢，它的风险性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其实一些项目也早早的就跟 Certic 达成合作，比如说 Qtum， 比如说 Nebulous， 或者是 Ink 呢，其实都已经宣布了跟 Certic 的战略合作关系。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非常多的中国大型资本呢，是众星拱月一般的捧着 Certic 这个项目。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丹华资本投资的那些项目，或者是呢 Binance Labs 投资的那些项目呢，之后会上哪些交易所，大家也都是心里有数的。那短期之内，其实 Certic 的热度也好啊，或者它整个社区的 hype 也好，都会是一个节节高升的状况。那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Certic 的 weakness 的部分。它最大的 weakness 的地方就是它目前只有3位的核心开发成员。虽然他们项目方一直宣布说他们会再去找至少20位的研究人员，但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得知相关的正确讯息。然后同时呢，他们的项目是没有开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验证说这个项目到底是达成可行性还是没有办法达成的。然后而且在一个其他竞争者早就已经把抢占市场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Certic 更必须要加快他们的脚步去开发好他们这个全自动化的审理系统。只是在 opportunities 的上面呢，就是大家知道所有的区块链项目越来越多，然后智能合约的种类呢也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状况。那未来呢，其实审理智能合约完全已经成为了一个刚需。Certic 这个项目来的时间点是非常的巧妙，要是他们真的可以快速的落地，然后呢抢占市场份额的话呢，照着他们，而且并且要照着他们的 roadmap 上面走下去的话，未来真的整个智能合约代码的审理部分呢，是一定会有 Certic 的一席之地的。在最后的威胁的地方呢，就是其实Certic 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其他的那些关于智能合约代码审理的项目，比如说 Quantstamp， 比如说 Zeppelin。然后呢，同时呢，就是他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打破这个所谓的先行者优势。反正现在这些项目也都还是在以一个人工审理的状况，那只要 Certic 呢可以迅速的开发完善他们的全自动审理系统的话呢，就会是一个不太大的威胁。那所以最后的 conclusion 的地方呢，就是 Certic 这个项目呢，它是短期内的 hype 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的项目完全出现在一个最适合的时机点上。然后呢，这个项目其实也会对区块链行业呢产生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
反正呢，就是在短期之内 Certic 这项目是可以炒作一波的，但是就长期来看，它其实目前他说要上线的 beta 版本也好，或者是 1.0 版本也好，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然后是非常值得大家 concern 的，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就是Certic 他们官方投出来的任何消息。不管是关于他们 beta 版本要上线也好，或者是关于平台要上线也好，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Certic 的 ICO Review。这个 ICO Review 呢是由 Byzantine 以及 Zombie 联合出品的。那大家要记得哦，这个 ICO Review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每个投资都有风险，大家一定要把控好自己的风险，自己去对项目做一个实际的评估。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跟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